在偏僻的摩洛哥村镇，劳工是没有任何所谓权益的，只要老板能给他们一份工作，他们都要感恩戴德，让什么时候滚蛋就得什么时候滚蛋。别说赔偿，工资能结清就已经是烧高香了。这里的员工与企业虽然没有劳动合同，但为了生计，没有人愿意得罪工厂老板。所以，当厂长严厉要求所有人立刻回厂开工的时候，没有人敢耽搁片刻，纷纷从家出发，用各种交通工具赶往工厂。在他们看来，他们不会因为老板的出尔反尔对老板有任何的不满情绪，反而因为已经得到了几天的带薪假期，所以开心不已。现在假期提前结束，对他们来说也没感觉有任何损失，所以每个人心情都非常踏实。几个核心员工最早抵达，看到厂子里面的生产线已经被拆卸大半，便有些不解地问那厂长：老板，那个亚洲人不是说要买了咱们的厂子升级改造吗？怎么拆成这个样子了？还不如之前。当初李亚林特地留了一手，让这老板向员工宣布，厂子只是和他合作，而不是卖给了他。所以这一众人也只是好奇，为什么说好的升级改造忽然停了，而对老板继续接手工厂并没有感到任何惊讶。厂长觉得这种员工以为自己并没有和厂子断开任何关系的说辞，给现在的自己反而提供了很多方便，于是便开口道：亚洲人的资金链出了问题，回去筹钱去了，短时间内还回不来。这段时间我们不能一直等着他，万一他要是筹不回钱来，这厂子就不能让他入股了，所以我才让你们回来继续开工。说着，厂长便吩咐道：你们赶紧组织有经验的工人，把生产线动起来，我已经跟码头那边的供应商说好了，今天下午就会送几车沙丁鱼过来，咱们今天一定要顺利开工。沙丁鱼罐头本身就不是什么有科技含量的产品，老旧的生产线更没有什么技术含量，对这些已经在这里工作很多年的员工来说，组装这样老旧且没有任何数控科技的生产线，比组装一辆带变速器的自行车要简单得多。于是一众男劳力便在有经验的技工带领下，立刻开始对生产线进行重建。下午4、5点钟的时候，随着几辆破旧的冷藏车从码头驶来，生产线上的工人也开始立刻娴熟地对新鲜的沙丁鱼进行宰杀处理。很快，生产线用来蒸煮沙丁鱼罐头的锅炉便已经冒起了烟。这家沙丁鱼罐头工厂在沉寂了几天之后，便重新回到了一片忙碌的状态。叶晨和李亚林坐在准备好的车辆里，一直等到工厂重新开工，这才算真正放下心来。叶晨感叹道：一切风平浪静，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。就算过些日子破青会的人查到这里，也不可能对这里有任何怀疑。李亚林笑道：就算怀疑也没用了，这么多人进来开工，而且我看过他们施工，现场管理混乱，卫生条件差，宰杀池用来清理沙丁鱼的水一直不停地流，哩哩啦啦满地都是，再被这些工人来回碾压踩踏，什么线索都不会留下。而且他们这里一旦开工，腥气很重，鱼的血液、体液以及内脏到处迸溅，就算我们的人在撤离的时候不小心留下了刑侦意义上的线索，也会被他们破坏得一干二净，再好的警犬进去也得一脸蒙圈。叶晨玩笑般问：那就算是李探长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派过来，也查不出什么线索吗？查不出。李亚林道：很多悬而未破的案子，说到底就是因为找不到证据，只要证据本质被损毁，就算大罗金仙来了也没用。你看各国都有那些过了很多年又破掉的案子，这样的案子往往都是因为当年留有一点点关键证据，比如残缺的指纹、人体的 DNA 信息。进入到信息时代，指纹和 DNA 采集覆盖到的人越来越多，一旦嫌疑人被采集，或者他的直系亲属被采集，那他的好日子基本上就到头了。说着，李亚林道：这里的生物信息，我们在撤离的时候就已经处理过一次了，一旦这些人开工，用不了2、3天，什么线索都没了，我来也查不出什么异常。叶晨点点头，笑道：
多亏李探长专业素质过硬，有你在，我就踏实多了。李亚林道：叶先生谬赞了，我这人没什么优点，无非就是这么多年刑警干出了一些行业经验，跟您比起来还是差太多。叶晨发动汽车，笑着说道：行了，咱俩就别在这商业互吹了，这边告一段落。再去回卡萨布兰卡会一会那个吴书航，惭愧惭愧，个人的疏忽把这个人物弄错了。今晚开始全部改回吴书航，抱歉了，然后就可以离境返回北欧了。李亚林忙问：叶先生真要去见那个吴书航？对，叶晨点了点头，道：此人是右军都督府的大都督，在破清会绝对是排名前10里的，本身又是吴家的后人，是吴飞燕的后辈。从他身上不敢说能找到什么突破口，但最起码能给吴飞燕来个下马威。李亚林又问：叶先生究竟有何打算？是要将这吴书航干掉吗？干掉他没什么意义。叶晨道：右军都督府连驻地都是轮番更换，而且随时都有紧急备选，大都督这个职位恐怕更是一样。你忘了宋如玉说的，吴书航之前的大都督是他的哥哥吴书同，但吴书同一夜之间人间蒸发，吴书航紧急上位，所有人对吴书同的失踪闭口不提，想来一定是被吴书航干掉了。但吴书航身边肯定也有别的备选，只要这吴书航出了什么问题，吴飞燕肯定会让备选的那个上来接替他的一切职务，杀了他不会影响右军都督府的运转。李亚林赞同地说道：这些所谓的大都督，说白了就是一批高级员工罢了，连股东都算不上。整个破清会就是一家个人独资企业，吴飞燕是唯一的老板，也是唯一的股东，其他人就算级别再高，本质也是员工，死了对吴飞燕来说也是无关痛痒。说罢，李亚林更加不解，问叶晨：叶先生，您既然不准备干掉这个吴书航，那您还去见他是有什么打算呢？总不能策反他吧？先不说他本身就是吴家后人，单就他的家人亲属都在破清会，他也绝对不敢背叛吴飞燕。叶晨笑道：我可没想过要策反他，现如今吴飞燕与五军都督府的架构，我基本也算梳理明白了。这五军都督府全是封疆大吏，没人有资格留在吴飞燕身边，甚至我怀疑他们都不知道吴飞燕在哪。我策反他，他也不能为我对付吴飞燕提供任何帮助，而且他随时有可能被替换，反而搞不好会暴露我的身份。说着，叶晨笑道：吴飞燕不是斩了他一只手吗？我就单纯想做个好事，帮他把这只手接上，看看吴飞燕到时候什么感受。